这部黑白电影号称犯罪悬疑片的鼻祖，它的名字叫做《空房证人》，而且这部拍摄于1957年的老电影，到了今时今日，依旧是悬疑迷心中的白月光。也早在几十年前就提醒大家，学会分辨渣男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故事开始于一次案件，小白脸的老王最近摊上事儿了，他被控告成了杀人犯。为了避免在监狱中了却残生，他找到了大律师老肥。话说老肥可是个狠人，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竟然无以败绩。于是老王一五一十地交代案情，原来他是一名退伍大兵，退伍后一直没个正经工作，但由于人长得属实挺帅，再加上没事就爱瞎溜达，竟然被一个富婆给相中了。富婆是真稀罕他呀，爱得死去活来，为了讨他的欢心，甚至还把遗嘱给改了。故事到这儿还挺正常的，小白脸子勾搭老富婆，死后继承他的全部身家。可蹊跷的是，这天富婆竟然死在了家中，保姆发现后立刻报了警。于是老王成了头号嫌疑人，但老王当时并没有去富婆家，而是和妻子在一起。可妻子的证词对法官的说服力几乎为零。听到这儿，老肥目光如炬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老王，是要从他的表情看出什么。多年的察言观色告诉老肥，这个情真意切的男人是无罪的。不过此时的所有证据都把矛头直指老王，遗嘱上的巨额财富毫无疑问是个良好的作案动机。有趣，这个案件异常棘手，老肥决定接下此案。就在这时，警察突然赶到，不由分说地带走了老王。这边他们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而女人就是老王的妻子。别说这个小白脸还真有福，家里的彩旗非但不倒，还支持他个富婆瞎搞。只见妻子对老肥说，虽然这个男人对我不忠，但我还是会出席为他作证。说完这话便不再停留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很快到了庭审当天，控方律师开始陈述案情。富婆的死亡时间是11月14日晚上的9点半到10点，原因是被钝器一击致命。指控老王的证据有2点，第一点，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案发现场只发现了富婆、保姆和老王的指纹。其次，在老王的衣服上发现了 O 型血迹，而富婆就是 O 型血。听完警察的证词，老肥明显不慌，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老肥说，死者和嫌疑人系情人关系，所以出现指纹并不奇怪。至于 O 型血虽确有其事，但却不是富婆的血，因为老王本人也是 O 型血。而之所以衣服上真有血迹，这是老王在切面包时意外划伤了自己的手臂。一番交锋过后，警察的证词被彻底推翻，身处被告席的老王也是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上场的是第2位证人，也是富婆家的保姆。保姆说，案发前自己在屋外听见了老王和富婆发生争吵，而这一说法直接否定了老王的不在场证明。此时案情的走向看似对老王不利，但老肥却敏锐地发现了保姆言语间的漏洞。于是到了老肥发言时，他直接对话保姆，其实膝下无子的富婆本该把家产留给你的吧，可惜半路杀出了个帅哥老王，这导致本属于你的万贯家产变成了微薄的养老基金。那我是不是有理由怀疑你嫉妒老王，做假证词搞他呢？再说了，你没在屋内，怎么就能确定和富婆吵架的人一定就是老王呢？就是他，我敢确定就是老王。你口说无凭啊，你怎么证明啊？不用证明，我能听出来是他。喂，因为他的声音太难听了，除了他没别人了。哎呦我，让你气的心脏都疼了，你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容我喝口水，再来和你掰扯掰扯。来哦，我俩继续。老太太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82，咋的了？那你的听力一切正常吗？说这话时，老肥故意压低了声音。保姆说，你说啥？你大点声。眼看保姆掉入圈套，对方律师坐不住了。老肥说，你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接着老肥继续对话保姆，我的声音能让整座法庭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为啥只有你听不见呢？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耳背？我的确有点背。For a hearing aid。Yes, I did。这不扯犊子呢吗？搞笑！保姆还不死心，在一旁磨的法官说遗产我不分了，那我能领个助听器啥的吗？法官脾气挺好，没骂人，说谁能帮帮我呀？赶紧把这老太太给请出去。至此2战全胜，老王感到翻盘有望。至于老肥嘛，依旧是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。再看一看旁听的众人，均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怀疑警察是不是冤枉了好人。可就在此时，对方律师打出了王炸，说还有一位证人没有出场呢，而这位证人
人竟是老王的妻子。丈夫被控是杀人凶手，妻子前来作证，但却是指控丈夫有罪。这一幕可谓是两极反转，就连一向冷静的老肥都被惊得掉下了眼镜。随着妻子缓缓走入法庭，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妻子开口第一句就让人倍感吃惊，她说自己和老王没有领证，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，跟着他无非图个身强力壮模样家。谁知这天晚上他竟然对自己说他杀了人，还让自己帮他做伪证。我一开始答应了，但是越想越后怕，所以还是决定大义灭亲。听闻此话，老王气得破口大骂，台下的老肥也感到无力回天，只好提出暂时休庭。休息时，老肥本想着失败已定，不料一通神秘来电竟然又让这件案子发生了反转。电话那头的是个短发女人，自称手里有几封信件都能够证明老王妻子做了伪证。老肥听完后火速前往与他会面，等拿到了证据后，他心有疑惑地询问女人为啥要帮自己。女人气狠狠地解释道，自己和老王妻子是情敌，他不但抢走了老王，还把自己的脸给烧了。我这不是为了帮你，我是要让他身败名裂。休庭时间已到，新一轮的庭审开始，这一次将直接决定老王的后半辈子生活在哪里。而在召唤证人之前，老肥拿出女人交给他的信件，说是信件其实是妻子的情书，可倾诉的对象却不是老王。不过信件极易被伪造，所以法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。于是到了召唤妻子出庭时，老肥偷偷藏起了情书，并随手拿起一张纸背诵起情书上的内容。妻子听完立刻反驳道，这情书是伪造的。老肥说，你有什么证据呢？妻子说自己用来写信的纸根本和你手里的不一样。接着妻子还形容了一番。终于等到你露出马脚，老肥拿出了真正的情书，问妻子，你形容的纸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妻子见状愣在原地，他的谎言不攻自破，让人感叹老肥的聪明才智。妻子眼看事情败露，不由得情绪激动，大喊大闹。老肥没有理他，拿出了一封信当众朗读起来，亲爱的，我明天就要出庭了，到时我会做伪证陷害老王，这样一来我俩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信中的内容足以证明老王不是杀人凶手。最后陪审团们一致表态，嫌疑人无罪，当庭释放。老王听完松了一口气，他这样老肥能理解，可此时的妻子竟也松了一口气，那这就不符合常理了，他不是应该懊恼吗？抱着这个疑点，在庭审结束后，老肥找到妻子聊了起来。看着老肥一脸的纳闷，妻子感到好笑，然后他撩起了自己的短发。这一刻，老肥恍然大悟，自己被妻子给耍了。妻子自导自演了一场戏，打电话的是他，送情书的是他，假装被戳穿的还是他。想到这里，老肥不由得起了疑心，他尝试着询问妻子，你不知道做伪证犯法吗？再说没有你的这番操作，我一样能帮老王脱罪呀。妻子缓缓开口说，因为我爱他呀，因为爱，所以一点险也不能冒。再说了，你愿意帮他是因为你相信他是无罪的。听到这里，老肥知道了自己担心的事情成真，老王竟然真的是凶手。这两口子一个比一个能演。与此同时，老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眼看小人得志，老肥气得脱掉了律师帽子。老王嚣张地说道，感谢你呀，大律师，我会付你双倍酬劳的，毕竟没有你我也不能无罪释放。听完后，老肥愤怒地回应， Scales of justice may tip one way or another, but ultimately they balance out. 不过老王可不管那个了，他继续嚣张地挑衅老肥，说我现在是富翁了，我不仅会帮你做个纯金的水杯，我还会给那个老保姆买一个最好的助听器。老肥知道自己败了，败得彻彻底底。妻子抱着老王参谈起人生，都开始计划上哪旅游了，但老王却一脸的嫌弃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女人走进了屋内，老王立刻推开了妻子，转头和那名女人拥抱在一起。老肥看傻了眼，妻子看傻了眼，两人都在想什么情况啊？这是还能是什么情况？遇人不淑呗。老王是个彻彻底底的渣男，他利用了妻子的爱，让他帮自己做伪证，自己则继承富婆的遗产，再找个比妻子年轻漂亮的寻欢作乐。哎呀，可怜的妻子呀，这爱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老肥摆弄的怀表，他好像看穿了妻子的心思。画面一转，妻子愤恨地说道，反正我会因做伪证入狱，那再加一项罪名也无所谓了。说罢一刀毙命。渣男老王钱还没捂热乎呢，就告别了美丽的人世间。事后法庭人员听到动静，跑来询问老肥，妻子怎么还把丈夫给杀了呢？ Killed him. She executed him. 电影的最后，妻子被警察抓捕，而老肥决定再打一场官司，为这名可怜的女人做辩护。哎呀，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呀，被渣男骗财骗色我听说过，但被骗得甘愿做伪证替渣男去蹲监狱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。最后老弟想提醒大家，爱情虽美妙，善恶要分好，眼睛不擦亮，注定被嘲笑。